我决定走这边海边这个线啊，不走那个1号路。走1号路车太多了，走这条线是海边的线。哇，这个现在等于从山上往下俯冲啊。走海景的话，相对来说风景会好一点，然后大车也会少一点。这2天有一个中国朋友跟我说，他也想来在越南骑行，问我走1号线国道，直接骑到从北骑到南行不行？我跟他讲，尽量不要走1号国道，1号国道真的非常危险，是吧？你不光要防大车，你还要防逆行。像这种小路上呢，相对来说车辆就比较少，你就安全系数就高一点，对不对？这来一个废旧的铁路桥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废旧的。新的1号公路在我的西边啊，大概也就几百米吧。这是2条接近平行的路。这个铁路桥可能就是这个铁路就是那个南北铁路线啊。其实，在越南修建铁路是非常辛苦的。第一是它南北跨度实在太长了，第二一点呢是它平原比较少，路一般都不太平。所以修路的话，铺轨非常困难。第三一个是雨水比较多，也还要防止雨水的冲刷。第四一个是短期内带不来更好的经济效益。包括高速公路也是这样。到目前为止，越南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可以从南到北。这里是平定啊，这里是平定，已经到了平定省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县，是怀仁，平定省的怀仁市。走1号路有点怎么说呢？有点危险，我宁可绕一点路。走海边相对来说就比较舒服，也比较轻松。哇，这条路难走了不少啊！这个路坑坑洼洼的，但是都是水泥路啊，它只不过路面不平。路应该是修的年头很久了，这表面上那一层啊，都已经是掉了，表面上一层抛的光已经掉了。路还是不错的，这个路应该是可以走大车的。我现在应该是快到海边了，这里有一个小河，上面的风景很不错，前面全是椰子林，很高的椰子林，这是高种，这种椰子不好喝。这种椰子林啊，是以吃椰肉为主，喝是不好喝的。我该怎么走啊？我查一下路。这里的路面很不平，但是骑是没问题啊。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到了归仁到了那个海边那条路上，往归仁方向走的时候，如果全是这种路我要疯掉的。希望路会好一点。那这种路的话，你只能骑得很慢。如果骑得很快，那个相机会拍出来的画面会很糊，非常模糊。兄弟们，我找到路了！这条路我很满意。哎，这个路不错。比刚刚的路好了不知道多少倍，至少它是平的嘛，而且道路很宽，
大货车又少，最关键是这边风景还是不错。在这里呢，到了平定，就感觉明显的比广义那边的农村要好一点了。哦，这里放了很多这个红旗啊。越南的什么节快到了，我估计。7月份越南有什么节啊？还是8月份，7月底8月初。啊，这条路一直都是这样，走了几公里了，基本上没有怎么变。这风景不错，我挺喜欢这种路，而且还有起伏啊，还有山路可以起伏。真的，这样的路骑着特别舒服，特别爽啊！南定省怀仁市，不错不错。啊，我是不是这一说就出来了？前面还有很多红旗啊，还插了很多红旗。啊，那条应该往那边去了很，那边是农村啊，这有2只大猫啊。这弄得真有意思。其实你看越南的东西啊，它有很多搞得挺漂亮的，但是花不了多少钱，就跟那惠安古城一样的，灯笼很廉价，这满城的灯笼也用不了多少钱，我觉得。但是你到了惠安城，你就觉得这个地方很高级，很好玩，是不是？你会情不自禁的喜欢上那里。就是一些比较低端的东西，比较廉价的东西，就玩出了比较高级的感觉。还有那个岘港的龙桥，岘港的龙桥喷火也是比较低端的东西。那修个龙桥，实际上它的成本增加不了多少。喷火喷水这个一个触发装置也是花不了多少钱，很便宜的东西。每周喷一次，其实那个真的是能够想明白这个事儿，就是能够提出这种方案的，我觉得越南政府应该给他一个大大的奖励。太高级了，凝聚了多少人啊！这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我要停下来看看地图，因为我的耳机出故障了，可能是电池充不进电了，可能是耳机有故障了，所以不能用耳机。那我就隔一段时间看看导航，隔一段时间看看导航。其实我只要看看路，这路走对了就一直往前走就行了。那个耳机可能是用了1年了，差不多要报废了。大家知道为什么会保质期1年或者2年，或者说这个保修1年，为什么了吗？因为1年以后指定会坏。这里雨水应该是比较充沛的，你看他们修的这个下水道啊，都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宽的啊，修的下水道很宽。他这边做的排水很多都是私人自己做的，包括村子里的也是这个，相当于是他们村集体自己做的嘛。哇，这下面一条大河哎！到了南定这边了，这个河水还是跟那个茶曲江啊，跟那个广义的茶曲江一样的浑浊啊！哇，这条河好壮观啊！现在已经到了南定省怀仁市了，这里这个河水啊，还是跟那个广义的茶曲江一样，非常的黄，很浑浊。这是前方我前进的方向，在我左侧也是，左侧不远处就是大海啊。
因为现在是退潮，如果涨潮的话，这个河水会泛上来，海水会泛上来，然后这个江面上就有水了。现在江面上是没有水，很多船都搁浅了，只有前方有那个搁浅的船。过了那条江，这马路就变得窄了点儿。这是送货的小卖店儿。这里是养燕子的，这房子修的这么漂亮，全是养的燕子。到了这边啊，这个鸟叫声就非常吸引人原来是燕子的叫声这全是养的燕子啊，养燕子的房子，房子修的非常漂亮，但是里面都是空的，外面看起来非常美啊。这是越南的农家呀，普通的农家。这里的农家农民啊，相对来说经济就没有那么好。虽然是院子整得很漂亮，鲜花也很美，但那房子都是一层的，就没有那么漂亮。这是典型的越南农村的那个房屋建筑，每家每户前面都搭了一个大棚，搭了一个雨棚。经济好一点的会有2楼，经济没有那么好的只有1层，大多数是到了农村，大多数是1层。哎呀，这里太美了，田园诗一样的，非常有诗情画意的地方啊。感觉从广义到了南定，这边的经济确实好了点儿。满山的也建了很多这个经济作物啊，山上包括道路两边都种了很多经济作物。这边的牛都是散养的，兄弟们。哎，我要放慢一点。哎，这下面是什么？这下面是什么？是不是养蜂的？见多识广的朋友们，这是不是养蜂的？我都不敢往前跑了，怎么办？我怕惊到他们。OK， 起航。还好我身上没有红颜色的东西啊，没有红颜色的衣服。但我的摩托车是红的，会不会攻击我啊？我好怕在这中间。小朋友们让开啊！哎，小朋友让开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哎，这个小朋友让开，真乖啊！拜拜。哈哈，太好玩了！小时候见过这种散养的牛啊，在我们农村是有的，但是都是拴条绳的，因为担心晚上被人偷嘛。但是我发现这边连个绳都没有啊，兄弟们，这里养的牛连个绳都没有，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画面。现在我已经进入了这个群山峻岭之中，
这个山并不是很高，但是显得很险峻，因为特别陡啊。沿着山开辟了一个小路，啊，这小路非常的，这弯非常的这个大 S 啊，大 S 的弯。这个10%这个黑的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路牌啊，不管它，不重要。这山真的好险啊！我现在理解为什么杰哥不让我骑我现在的摩托车，自动挡的摩托车去大乐了。像这样的弯，这么陡的路，我的摩托车走起来，那个发动机发出嗡嗡的巨大的响声。这条路上去还是有很多的大弯啊，可能还是比较险峻。在大乐那边啊，就是我们往临潼、往邦美属那边去的时候，那个也是很陡的山路。非常多啊，开汽车是没有问题，但是骑摩托车可能会有点危险。这里还有一个这种害人的标牌。这个山真的非常险峻啊，给大家感受一下。我这已经是缓了一点的，刚刚这个峭壁那里我也不能停，因为它是爬坡的，停下来的话就不能往上走了，就是摩托车就爬起来很累。有山有水有树林啊，哈哈，这风景真的不错。其实这里远离都市，经济不是太好，说实话。农村，大家看一下这农村房屋建筑都很差，啊，这边的老百姓生活应该是不是太好。
那边应该是一个湖泊啊，非常美啊。过了那座山呢，我现在来到了富美，这里有很多海产养殖户。前方大概500米远吧，可能不到500米，也就300米远的地方就是大海了。在这个桥上呢，当地人弄了很多旗帜啊，这个风吹过来，旗帜哗啦哗啦的响，感觉特别爽啊！哇，这条路好直啊！啊，今天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么直的路了，兄弟们。前面的路都太弯曲了，我看到这么直的路，我好开心啊！哈哈哈哈。这海边都是养虾啊，很多养虾的。由于时长的关系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您的欣赏，祝您生活愉快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